她笑着对我说，皇后不能是你。可是他们努力呀，怀了7、8个，也只得了2个女儿。她笑着对我说，皇后不能是你。我低头闷闷的。臣女小的臣女不敢肖想。皇家猎场将要登基的太子顾怀半戏谑半认真的对我说，我是他已订婚5年的未婚妻，就等及笄后与他成婚。结果我就还差2个月及笄，他不要我了。因先皇被刺杀，太子提前登位，我这个先皇定下的婚先太子不认。上一世也是这样，我当时不甘心，各种哭闹，甚至绝食，逼着老父亲不得不用军权交换。结果换来的是什么？一起做皇后的日子，我瑟瑟发抖。唉，有什么不甘心的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见我一副完全听他安排的样子，顾怀有些迟疑，以他对我的了解，此时我应被妒忌愤怒控制发火，怎会如此平静？他不甘接下来说出更羞辱人的话，孤也不是寡情之人。念你家为国有公布登基封后以后，会引你入宫为淑妃，降妻为妾，这回我总该疯了吧？疯了就可以自我和我家的罪了我臣妾谢恩，以你之才之资之德之能给你妃位以示天恩，还有什么不满的？你说什么？顾怀本想狠狠地训斥我，结果呵斥到半路想起来，我没有半分不满，我是谢恩。他一脸尴尬吃惊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有点应对无能，甩袖子走人了。或西服一对于我从妻变妾这件事，全家的反应很意外。父亲说功高盖主的嫌疑少了，母亲说管理后宫不是容易的事，皇后没几个过得舒心的。2个兄长说做淑妃挺好，他们就不用因担心拿命去换军功保我后位了。弟弟不太懂，单看全家都轻松的样子，他跟着开心，满院活蹦乱跳，真让我这个苦主有点懵，原来全家是这么想的吗？那我上一世近乎峰值的去保皇后的位子，为他们博取殊荣，是我在自以为是，自我感动。好像是我做准太子妃的时候，天天跟着宫里的嬷嬷学规矩，全家都跟着紧张兮兮。现在我被封为淑妃嬷嬷，被调走去紧急培训准皇后府里的空气跟着松快起来。父亲常常拉着我们喝小酒，有时候兴致来了，挨个练练满院子的欢声笑语，降妻为妾是祸事吗？明明是福气。顾怀选择的皇后也是武将之女，名叫李薇。相比于我，因为早早按照太子妃的标准培训，武艺被荒废，只于个花架子。皇后是具有真功夫，与父兄上过战场立过功的。上一世顾怀就倾慕于他，碍于我父亲的从容之功，碍于我对他多年的情谊在，我不同意被不怀妥协了，立我为后封李薇为贵妃，但也以此为由恨上了我。他给了李薇所有为妻的尊重，给了我所有为妾的羞辱。唉，真没必要，咱不争。听说嬷嬷教起来，李薇来毫不手软。嬷嬷是太皇太后派来的人，被他们训了5年，不太知道他们的手段了。曾经我疑惑过，作为嬷嬷，靠山再怎么硬，那教的可是皇后毫不留情分，不怕事后被清算。后来我悟了，太皇太后从太后过渡到太皇太后时间太短，满宫眼线仍在前朝不少重要位置都是她的人，为了继续拥有超高权力，皇后人选她势必插手，但又不想做得太明显，上她就用阴死手段，除了她的人，谁当皇后都不会当萧庭当部长。这也是我欢喜退让后位的原因之一。这星号作妖的能力厉害得很，谁当谁受罪，还是让给皇上的心上人来受这个妖罪吧，毕竟咱慈悲苦当然要给别人吃。想到这里，我高兴的多吃了个口袋。封后大典之后半年，我和其他几位大臣之女入宫，加上顾怀太子时期的一些老人，宫里有了快20个妃嫔。哒哒，我欣喜不已，李薇真是好人啊！上一世我做皇后的时候，妒忌心很重。皇上登基半年，皇上后宫的女人不到10个太后，太皇太后想3人我都会做一做，大臣想色女儿就更别想。感谢李薇的容人之心，贤德淑良皇上第1轮扩充后宫就成果显著，让我对翻中牌子侍寝的概率大大降低。当我喜欢顾怀的时候，恨不得他就是我一个人的，谁是情我都妒忌。但我不喜欢顾怀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想和他睡，想到和他同事都恶心。入宫后，我们这一批第一个事情的是太皇太后，母家的姑娘聂华一入宫就被封为贵妃，其貌美更盛。皇后嘴甜如蜜，善解人意，规矩做得极好，深得皇上喜欢。太后见了也满意，所有人都以为是个安分的甜心，只有我知道那是个蛇蝎心肠。4个月后，或靠娘家爹在前朝请求，或靠自身手段争宠，我们这一批人除了我都沾过雨露，只有待在宫里老老实实的等翻牌子，然后我被轮番谈话了。第一个找我的是太后，她是我自准太子妃时代就喜欢我的人，对我被从皇后之位扒拉下来，她痛心疾首过。但相比于心疼我一个女孩被侮辱了尊严，她更在乎与皇上的母子之情。她给过赏赐作为补偿，我接受并谢恩，但除此以外，从未对她有过期待。淑妃，你是不是还在怨恨皇上第一句话就差点把我送上西天？我赶紧跪下咣咣磕头。太后且对皇上只有无上的尊敬，从无半点怨恨之心，请太后明察。那你入宫半年，为何从未是寝妾？没有不是寝妾，一直在等按规矩等啊，妾也。网上一直没有翻过去的牌子，扑哧一声笑传来，太后满脸笑意。哎呀，你说你呀，怎么这么不伶俐？你看看哪个和你同期入宫的，不是想办法吸引皇上的注意？你要想让皇上翻你的牌子，你得让皇上记得你注意到你，这得你自己去争取。妾明白了，谨遵太后教诲。受训后，我唯唯诺诺的回到自己的宫殿，差点被吓死，还以为自己的心思被拆穿了呢。我有什么大病要去吸引顾怀的注意，还没安抚好被激动了的小心脏，我又被传唤了。这次是皇后李薇，李薇不喜一堆人在一起，
他要求非必要不要去找他。入宫后，除了与大家一块去给他请过几次安，没有单独见过。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我看着他尊贵庄严，一身威仪，英气逼人，脑子里自动蹦出来一句话，这是请尊菩萨回来供起来了。不过顾怀喜欢他的容貌，评估起来，别说不如念华，连我娘都不如，而我比我娘好看，也就是说我比他好看。那他看我这个顾怀的前妻会不会夺尽，略有担心。转念一想，谁都知道顾怀把我当空气，我自己笑了。淑妃，对不住，我惊得憋住了嘴巴。我知道你曾是皇上太子时期定下的太子妃，如果不是先皇去的早，这个皇后之位是你的。不，我赶紧插话，皇后娘娘，您是最好的皇后，您做皇后是天下百姓之福，您切莫再提那些过往之事。现今天下太平，百姓安康，都是皇上和您太皇太后带来的呀。皇后的皱巴脸散开了，露出一抹浅笑，比严肃着好看了一点。她挥挥手，让我不要再说下去。她说我已孕6个月，贵妃已孕3个月，还有几人都已有孕，你也要努力为皇上开枝散叶。我闻言惊了，跪下关磕头，谢尊教诲。离开皇后宫后，撒丫子跑回自己的宫殿，伺候我的小丫鬟跟着我一路跑，差点累断气。我抚着自己的小心脏，真正吓坏了阴谋，开始了上一世的记忆回笼，太可怕了。太皇太后的阴私手段多少？民间重男轻女、愚昧严重的地区，曾有惨绝人寰的灭女行动，而太皇太后在宫里搞的是灭男行动，除了聂华生下2个皇子，满皇宫跑的都是公主。为此，顾怀曾有过怀疑，别人生什么他不管，他太想让李威生的皇子来继承大统了。可惜李威承宠不断，怀了7、8胎，除了2个公主幸运存活，其他的孩子要么流掉，要么死胎。顾怀曾联想过与后宫手段有关，可所有的太医都认为是皇后早年在战场上吃不好睡不好，坏了底子，能生下2个公主，已是天恩。有过前线经历的顾怀没再多疑，他知道军队里的面食有多硬，菜有多单一，他也知道一旦开战，流动到什么程度，身体受损是必然的。他没再强求，他曾退而求其次，想让我生个儿子，可我就怀了一个，没到3个月就小产了，差点疼得我见阎王。自此我就躲了他，他也顺势歇了心思，继而把精力投入到聂华生的皇长子身上，精心培育。当时太后还感叹，天下又是太皇太后母家的了，这就是天意。我死后才知道哪是什么天意，都是人为。太医院所有服务妃嫔的太医都是太皇太后的人，无论皇上哪个妃嫔有孕，脉案都会第一时间呈给太皇太后，女太接留，男胎东灭。至于灭的手段就太多了，还非常精准，地位低，娘家没地位的，菜里掺药，像我这种家里有地位位置也高的，则针对性进行。我内胎是男胎，胎相特别好，太医都舍不得。太皇太后可不会心慈手软，知道我爱和皇上斗气，就制造事件，让我吃醋愤怒，不久就气血攻心，当场小产，相赖给谁都赖不到，皇后孩子都留不下，更别说贵妃了。上一世的李薇虽然得宠，但可没少受孕育之苦，她怀了7次，有2个女儿得以留下，剩下5个也不都是男胎，她的身体确实不佳，子宫条件不好，本身就难留孩子，再加上一些手段，就更留不下了。因此皇上倒也没多怀疑，毕竟李薇最后胎死腹中的是个女孩，皇上到死2个皇子都出自聂华，上一世大家都认命了，这一世我可不认命。入宫之前，我就寻到了一个隐藏的妇科高手，在我胳膊里处来了一个小物件，可保我10年不孕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从问题源头上努力，主动回避事情，不和皇上睡，不仅仅是厌恶不怀，也是在保命。我的人设是乖巧又胆小的淑妃，既然被太后皇后提点，就不能不有所表示。我主动派丫鬟给皇上送1次汤，1次点心，做多了我不愿意就2次，虽没等来太监传唤侍寝，等来了皇上亲自上门，他以为玩欲擒故纵，原来是入了佛门，我被吓了一跳，一转身看见是顾怀，赶紧跪下磕头，我磕头越来越溜，这是我在上一世发现的天界的人，即使已经跪上天际，还是喜欢看他人伏地作小，尤其是磕头，主动对他们磕头的时候，会让他们的自我迅速膨胀，唯我独尊的感觉立刻得以满足，连带的就会对跪下的人宽容，容易打赏。我不求宽容和赏赐，我就求他们一高兴赶紧星号，或者让我星号。果然，顾怀的脸上浮起，满意，朕还以为你当缩头乌龟，到底了一辈子不找朕呢。你送的汤和点心甚好，谢陛下。我又赶紧磕头，哪来的这么多礼？你我之间不用这样。我心想，我要不这样，你第一时间就会想砍我的头，捉了我9族。我得装我抬头看他带着女人的娇羞，他哪见过我这样，眼里立刻闪过情动，要拉我到床上去。我这个膈应偷偷做心理建设，心想躲不过去了。没成想他还没把5外衫包下来，外面小太监大呼小叫，说是皇后娘娘发动了，请陛下赶紧去看。看顾怀把我一推，不管不顾的就跑出去了。阿弥陀佛，感恩李薇，真心的我冲着皇后宫的方向礼拜。第2日消息传来，李薇成功生下长公主，皇上大赏全宫，这是他的第1个孩儿。最爱的人生下来的，他高兴的不能自己顺带，就忘了我这个还等待事情的前妻。等他意识到还有一个我在等他临幸，他的第2个孩儿又来了，燕华生了，皇长子顾怀乐坏了，太后乐坏了，太皇太后更乐坏了，大赦天下宫内人人有赏，我的小丫鬟也领到了5两银，高兴的冲着顾怀宫殿磕了好一会儿头。这波喜气还没过去，顾怀就想起了我。幸运的是，当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，允儿，我们也马上就会有孩子的，你给朕生一个像你一样漂亮的女儿，我心里骂去你的吧，
狗男人，我才不会给你生孩子。但表面上我满脸娇羞，臣妾遵旨。他满脸的兴奋，马上就换成了不快。他走人了，我来了癸水，老天爷真心站在我这边，本来应迟几天再来的。入宫1年多，一品大员的女儿没事上寝，却让人找不到任何错处。从太皇太后到小宫女都在感叹天意如此。接下来新的事情计划还未筹谋好，北疆受到外敌攻击的消息传来，这下狗皇帝没心思再想怎么睡前妻了，他招来了大臣，昼夜商量应对之法。这道题我知道很难重申后，我毫无怨言的让出后位，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因为这道题的答案，我不想再让我的父兄去解了。这伙敌人上一次入侵边境还是在10多年前，当时签下10年停战条约，也正是上一次的军功先皇把我封为太子妃以显天恩，但这次他们再来，我知道很难打他们更新升级了，从小强转变成了恶狼，还有了狐的狡猾。上一世虽然最后还是我们胜了，但代价是10万大军阵亡，还有我父亲，我2个哥哥全部战死，弟弟残疾，当时因为妒忌我斗遍全功，尤其让贵妃李卫吃了不少鳖骨，怀疑心要废了，我把我打入冷宫，只逗你好了，却传来前方的消息，我一家为他死的死惨的惨，只剩我一个没有孩子的皇后，孤零零的全虚全矣，这样算计我最狠的太皇太后都不忍心了天下战士的心，我的后位保住了我的心，死了，我求了太后，一直对我心存悲悯的太后，允许我去皇寺代发修行，为父兄，为天下祈福。太后应了顾怀允了，这次我倒看看顾怀派谁做去打这场恶仗天下的事，不是天下的具象起来，是皇上和大臣的事。顾怀忙得不见人影，多日不来后宫，太皇太后和太后也跟着焦心，皇后和贵妃也忧心，我其实也紧张着，我知道不会输，但我不想再失去家人了。我每天都在祈祷，别是父兄，别是父兄。多日以后，经过分析，皇上结果是派皇后李薇的父亲作为主帅去打这场仗，其3个哥哥随之前去，但太皇太后与太后不满，太皇太后认为李将军虽然也曾战功累累，但毕竟不了解北疆，他可以作为主帅副将，应该选淑妃的2个兄长之一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。太后则更直接一点，她认为还是要派出原班人马及我的父兄去打这场仗，对外开战不能夹带一点私心。太后的意思很清楚，皇后已经得宠，没必要再靠战场添彩了，奴家太过险要，有外戚过于强大之嫌，对社稷安稳来说不是好事。我看出来了，他们七嘴八舌的前提，都认为这场仗会轻而易举的取胜。10年前能把敌人打得鬼哭狼嚎，10年后依然如此。所以派出谁去打仗，就是让谁去捡功回来后封侯拜相的天真了，草率了。作为旁听人员，我心突突的跳顾怀，你那么爱李薇，可要坚持住啊，让李薇的父兄去吧，这是死父兄的仗，该轮到他们家了。面对皇祖母和母亲的咄咄逼人，不怀有点吃不住劲了，他想要立孝顺人设，就不能完全驳了2个老人家的面子，于是他把炮火转移到我这里。他说，淑妃，你怎么看我怎么看。虽早有准备，但这样后宫尤其是妃子直接干政，我的天爷，这题我真不会，但我会磕头，我会。地下咣咣的磕头，他们都习惯了。等我磕完，哥哥面色也好多了。我说，臣妾斗胆，太皇太后太后，皇上恕罪。妾自10岁被先帝封为太子妃，就被母亲关在后院，日日和嬷嬷学习。虽出在武将之家，对于战场战争只是在未有听闻，对于战场形势切不懂，不敢妄议，但且知道太皇太后太后皇上英明，自皇上登基以来，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，天下都在赞叹妾知晓，这都是皇上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的功劳。我说完就开始瑟瑟发抖，星号发言，但有用皇上脸色稍变，估计想起来曾对我的姑父挥挥手，让我走了。抢功的结果，他们都有所妥协，主帅仍是李薇父亲副将，除了李薇的3个兄长，太皇太后家的1个外孙，太后家的1个侄男也同时去了。人怪多的我轻轻抚了抚胸口，气很顺溜。父亲知道了应战安排，有些担忧，不敢直面皇上以惹其嫌疑，给我送了帖子，我欢天喜地的见了允儿。你可知北边那群敌人既有狼的凶残，又有狐狸的狡猾，他们生存资源太少，所以才会像打不死的小强，屡屡来冒犯。上一次都以为我们打得很容易，实际不然，当时我们胜在经验丰富，他们备战不足，这次他们一定做很充分的准备，而我们派出去的人轻敌了。这场仗危险，我知道允儿对皇上不满，但是观天下安危，允儿与他忧虑的看着我，我看着老父亲骄傲了，这就是我爹呀。把天下大义放在私人恩怨前面，爹爹不用担心，这次皇上派出的人也许战北的经验不足，但毕竟也是刀光血影中走过来的，虽然贪功，但为国的心是有的，与北敌交手几次，他们就会醒悟过来，调整战略，打得也许会艰苦，但一段时间内不会输，僵持久了，皇上就会调整，后续派出的对象必然是爹爹与兄长，所以爹爹要做的是做好准备。爹爹眼前一亮，一种果然是我女儿的感觉，脚步轻快的走了，果然仗打得很难。第1章就把想显摆的太皇太后家男孙给折进去了，断了腿，匆匆被送回太后家的直男，在第2章被吊在他面前的头颅吓到了，赶紧跑到军营躲了起来。想要军功，却不知道军功是最难得的，用命换只有武将家的人才能体会。李家父子也是好样的，他们一直坚守不久，进入了持久战，期间双方各有输赢，后方皇宫添了3个公主，小产了2胎，也许是太过忧心战场，除了皇后李薇再次怀孕，再没有妃嫔有孕的消息。我感叹这场仗最大的功德就是后宫少死了一些小皇子，还有我不用使。
转眼第2年春天，贵妃聂华又传出喜讯，我想太皇太后明白了，前朝不如后宫好斗，太后赏赐了皇后和贵妃，皇后2次生产。当天北京消息传来，我们打了一场胜仗，对方损失5万人马，对一个小国家来说很多了，还来不及高兴和庆祝。第2道消息传来，李卫父亲和2个哥哥没救治过来，死了第3个哥哥虽然救了过来，腿断了，前方无帅虽然消息封锁，但也危在旦夕。顾怀急了，他匆匆来到我宫中，给我一道圣旨，让我父兄连夜赶去北境。我匆匆复命，父兄早已做好准备，接到圣旨立刻出发。出发前我找他，想想我把敌人的情况进行分析，告知了他们的弱点，如何做好自我防护。父兄很惊讶，我如何知道的这么详细？我当然不能说我是重生的，是上一世唯独活下来的弟弟告诉我的。我说，现今的皇上喜欢后宫干政，对于前线的消息并不隐瞒，我进行了收集整理和分析。对此早有耳闻的父亲点了点头，对我说，允儿有心了，一家人含泪告别，这次出发，我有信心，我的父兄会活着回来，我也会活下去。回宫之后，听到了一个惊天的消息，尽管瞒着皇后，李薇还是在生产关键的时候得知父兄的消息，当场悲痛咽气，前1秒退出了。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小皇子，一身青紫，早已窒息而亡。顾怀得知消息，吐血晕倒。我回来的时候，他刚刚醒转，我赶紧去看望他，眼神绝望，见我来了，才有了点生气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，允儿，这是报应吧，是我辜负你的报应吧。我看着他眼里没有丝毫敌意，皇上节哀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李薇姐姐肯定希望你好好的，你还有长公主，还有贵妃，还有好多孩儿，还有天下。顾怀悲戚，那朕还有你吗？你的心里还有朕吗？真想给他一个大耳光，心上人刚死，他就从另外一个女人那讨爱，可以转念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他的祖母母亲爱他，但也都算计他，掌控他，唯独李薇是他自己选的，也对他好。现在李薇没了他那颗心空了，急需找个替代。他现在十分脆弱，真想逼他，让他死了得了。但我想到了父兄，想到了天下百姓，由顾怀做皇帝对他们最有利，于是我暂时放下厌恶，轻轻把顾怀抱在怀里。顾怀病了，一直在用药，但也活过来了。北疆的形势在我父兄去后渐渐好转，顾怀的病也渐渐好转，好过来的他脑子也开始转了起来，前方稳了，他开始考虑后宫的事情，他招来了所有产科的太医，让他们逐个分析皇后生产死亡。完毕，终于在一个新进入宫的小太医嘴里听到了不一样的原因。他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皇后一个人的死因上，自他来后，他看了所有的后宫脉案，他发现了一个规律，除了贵妃那些被疑为怀男胎的妃嫔，比怀女胎的更不容易保住胎。就这一句话就够了。顾怀动用了大理寺来查，真相很快就摆在了他面前。那天据说他面如死灰，形如枯枝。不久，太皇太后去行宫养老，贵妃被打入冷宫不久，在冷宫滑胎，其所出皇长子记在德妃名下，宫里包括太医院换了一大批人，宫里苦泣了很久，直到前方传来得胜的消息，这次停战协议签了20年，我早已得知消息，父兄3人没有一个受伤，我弟弟没去前方，被我强行留下来。为此，他还写信抱怨于我。顾怀设宴庆贺的前一天来到我宫中，那是我刚刚写完一本心经，他拿起来看了很久，拉着我坐下，深情地看着我说，允儿，我想立你为后，明天为你父兄的庆功宴上宣布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早就该得的。之前是我私心作祟，委屈了你，现在一切回归正轨，我想你成为我的皇后，与我共享天下。我把手轻轻拉了出来，谢皇上恩赐，但臣妾不配，臣妾子嗣艰难，无法为皇上担下嫡子。他有些吃惊，但又拉起我的手说，允儿，这不是问题，这后宫所有的孩儿都是朕的，也都是你的，你想要哪个作为嫡子，朕就立他为太子。星号，我恶心了一下，孩子都是你的不假，你提供了孩子1半原材料，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都有自己的娘，但我不能这么说。我说谢皇上爱怜，但母仪天下虽尊贵无比，却也责任过于重大。容妾想想，切实是怕德能不足，担负不起他无声的把我搂在怀里，他想留下来，就在我想不差这最后一哆嗦了，就忍了，与他这仅有的一次吧。外面小太监又开始大呼小叫，大皇子发烧了，请皇上赶紧去看看，大皇子是目前唯一的皇子，无比珍贵。顾怀赶紧去了，你看老天爷连一次都不想让他沾污了我。我嘎嘎的笑了很久，一夜难眠，兴奋的第2天，居功至伟的父兄用天大的军功只换了我出宫。他们说得清楚，在战场见了太多死亡，实在不想让胆小的女儿妹妹与自己分开了，他们想把我带到身边，一家人在一起。他们主动交出军权，他们表示只要有需要，他们随时听陛下召唤，若有召必回。顾怀十分震惊，但他也知道这是最好的结果。经历了2次换帅的风波，我父兄在民间声望如天，退后的事情不能来第2次了。我欢天喜地的出了宫，我们没去江南，也没去北疆，就作为普通人在京城安住在顾怀的眼鼻子底下，让他随时看到，安心挺好。我们兄妹弟4人恣意的打牌捉鸟打架，做着底线内所有快活的事情。顾怀在登基的第10年轰了致死，他位在立后死后传位大皇子，由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至大皇子15岁，德妃被封为太后，不得干政。我在他轰的第2年成婚，嫁给哥哥的好友，一个被战争耽误了婚姻的好男，2个哥哥与弟弟也陆续成了家，老父亲乐得不得了，历经3朝，数次功高盖主的老将军终于迎来全家圆满。